聚餐没你的位置，别来了。当主管张志华在办公室里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这句话时，陈浩只是笑着点头答应。3年来的委屈和不公在这一刻达到顶点，陈浩转身收拾东西，决定辞职。可是没有人知道，陈浩手里还握着一个足以颠覆整个部门的秘密。这个秘密将让张志华为自己的傲慢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陈浩今年29岁，在众诚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已经3年了。这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广告公司，员工大约80人，分为策划部、设计部、媒介部和财务部。陈浩所在的策划部有15个人，直属主管是张志华，一个43岁的中年男人。张志华长着一张圆脸，总是西装革履，说话时喜欢用手指敲桌子。公司的办公环境看起来还不错，开放式的工作区，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工位，墙上贴着各种励志标语和获奖证书，营造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。陈浩的工位在靠窗的位置，旁边坐着李小雅，一个刚毕业2年的女孩。李小雅性格活泼，是张志华比较看重的员工之一。陈浩性格内向，不太善于和领导打交道，平时话也不多，他总是埋头工作，很少参与办公室里的闲谈和八卦。这种性格让他在公司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，像一个透明人。张志华喜欢那些会说话、会办事的下属，对陈浩这种只知道干活的员工并不感冒。每次开会，张志华总是让林俊杰坐在自己右边，让王小慧坐在左边。林俊杰是部门里的红人，26岁，嘴巴甜，很会察言观色。王小慧也很受张志华器重，他总是第一个附和领导的意见。陈浩通常坐在会议桌的末端，很少有发言的机会，即使他提出好的建议，张志华也很少采纳，或者采纳了，但不给予任何表扬。最近3个月，陈浩一直在负责一个重要的项目，为万达商场做品牌推广方案。这个项目的预算高达500万，是部门今年最重要的单子。陈浩为了这个方案，连续加班了1个多月。他研究竞品，分析消费者行为，设计创意概念，每天都工作到深夜。办公室里经常只剩下他一个人，清洁阿姨都下班了，他还在修改方案。有时候困得不行，就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，醒来继续工作。方案终于在上个月提交给客户，获得了高度认可。客户当场拍板，决定采用陈浩的创意方案，并且追加了100万的预算。这个消息传回公司，所有人都很兴奋。张志华在全公司大会上大谈这个项目的成功，仿佛这全是他的功劳。我们策划部的团队协作能力很强，这次能拿下万达的单子，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。张志华站在台上，满面红光。陈浩坐在台下，听着张志华把所有功劳都归功于团队协作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会后，张志华没有单独表扬陈浩，甚至连一句辛苦了都没有说。同事们都知道这个方案主要是陈浩做的，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。办公室里的潜规则很简单，功劳归领导，责任归下属。陈浩明白这个道理，但心里还是有些不甘。他想着，也许下次有机会的时候，张志华会给他一些认可。可是下次机会来临时，陈浩发现自己想错了。公司接到另一个大项目，
张志华直接把机会给了林俊杰，这次让俊杰来负责，他比较有经验。张志华在部门会议上宣布，陈浩看了看林俊杰，这个比自己小3岁的同事，入职时间比自己晚1年。林俊杰冲陈浩笑了笑，那笑容里带着一丝得意。陈浩强迫自己保持平静，继续做着手头的琐碎工作。这些琐碎的工作包括整理文档、校对文案、协助其他同事。他像一个勤劳的工蜂，默默地维持着部门的日常运转。周围的同事都知道陈浩工作认真负责，但很少有人主动和他交流。大家更愿意围在张志华身边，讨论一些轻松的话题。张志华经常在办公室里大声说话，分享他的人生感悟和管理心得。做人要懂得变通，光埋头苦干是没用的。张志华总是这样教育年轻员工，这话明显是在暗指陈浩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。陈浩听在耳里，记在心里，但从不反驳。他觉得用行动证明自己比用嘴巴辩解更有意义。这种想法持续了3年，直到今天。今天是周五下午3点多的时候，公司群里突然热闹起来。张志华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，通知大家一个好消息：万达项目追加预算，下周1部门聚餐庆祝。群里瞬间炸锅了，大家纷纷发表情包，表示兴奋。太好了，好久没聚餐了。李小雅第一个回复：志华哥，这次去哪里吃？林俊杰马上跟进，订的是市中心那家新开的日料店，据说很不错。张志华回复。陈浩看着群里热烈的讨论，心情有些复杂。万达项目的成功，他付出了最多的努力，但现在庆祝的时候，他却感觉自己是个外人。王小慧在群里发了一个大笑的表情：志华哥，明天我们几个先去踩点怎么样？好主意，你们几个核心成员先去看看环境。张志华回复。陈浩注意到核心成员这个词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明显不在核心成员的范围内。下班后，陈浩照例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，他整理着桌上的文件，脑子里想着聚餐的事情。虽然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但他觉得这种事情也算正常，职场就是这样，有亲近有疏远，他早就习惯了。第2天是周6，陈浩在家休息，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聚餐的具体消息。他打开微信，发现群里已经建了一个新的小群。从头像数量来看，小群里大约有10个人。陈浩数了数，策划部总共15个人，减去张志华，还有14个下属。这意味着有4个人没有被拉进小群，陈浩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但还是告诉自己不要多想。也许聚餐的具体安排会在大群里通知，或者张志华会单独联系他。可是整个周末都过去了，陈浩没有收到任何消息。周1上午，陈浩提前半小时到了公司，办公室里已经有几个同事在讨论今晚的聚餐了。听说那家日料店的金枪鱼刺身特别新鲜，李小雅兴奋地说，还有他们家的和牛，据说是 A5 级别的。王小慧补充道。陈浩经过他们身边，想要加入对话，但两人突然停止了讨论。早上好，陈浩主动打招呼。早，李小雅简单回应，然后转身去了自己的位置。王小慧也点了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这种微妙的变化让陈浩感到不安。平时大家关系虽然算不上亲密，但也不会这么冷淡。9点钟，张志华到了办公室，手里拿着一杯咖啡。大家今天精神都不错啊，是不是都在期待晚上的聚餐？
张志华笑着说：“是的，大家都很期待。”林俊杰立刻回应。陈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等待张志华提到具体的安排。张志华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，和几个红人聊了会儿天，但始终没有提到聚餐的具体时间和地点。10点钟左右，陈浩终于忍不住了，他走到张志华的办公室门口，轻轻敲了敲门：“志华哥，请问今天聚餐的具体时间是几点？地点在哪里？”陈浩尽量让语气听起来自然。张志华抬起头看了陈浩一眼，表情有些意外：“聚餐的事情啊。”张志华停顿了几秒钟，办公室里其他人都听到了这个对话，纷纷转过头来，空气突然变得凝重，仿佛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。张志华站起身，走到陈浩面前：“是这样的，小陈。”张志华的语气开始变得正式：“今天的聚餐，餐厅那边说位置有限制。”陈浩感觉心脏开始加速跳动。我们订的包间只能坐12个人，现在核心成员的位置已经安排好了。陈浩的脸开始发烫，但他努力保持镇定。那我……他的声音有些发颤。张志华看了看周围的同事，所有人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，整个办公室安静的能听到空调的嗡嗡声。张志华清了清嗓子，用一种事不关己的语气说道：“没座位，你别来了。”这句话像一记耳光，狠狠地打在陈浩脸上。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所有人都在看着陈浩。陈浩感觉血液涌上头顶，脸颊火辣辣的疼。他的双手在身体两侧轻微颤抖，努力控制着情绪。3年来被忽视的经历在脑海中快速闪过。第1年，他满怀热情地承担各种任务，以为努力就能获得认可。第2年，他发现努力不等于回报，但仍然坚持，希望有转机出现。第3年，他逐渐被边缘化，重要项目被排除在外，却依然埋头苦干。那些加班到深夜的日子，那些被抢夺功劳的时刻，那些被当作空气的会议，所有的委屈在这一刻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。陈浩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他甚至挤出了一个笑容。那你们好好聚餐，我就不去了。张志华满意地点了点头，仿佛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那就这样安排了，大家继续工作吧。说完，张志华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开始和林俊杰讨论聚餐的菜品。陈浩转身走回自己的工位，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背后跟随着他，有些目光带着同情，有些带着幸灾乐祸，还有些带着漠不关心。他坐回椅子上，双手放在键盘上，但完全打不出任何字。电脑屏幕上显示着一个未完成的文案，客户要求下午5点前提交。陈浩盯着屏幕上的文字，但一个字都看不进去。他的脑子里反复回想着张志华刚才说的那句话：“没座位，你别来了。”这句话的语气如此轻描淡写，仿佛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随意。可是对陈浩来说，这句话比任何恶毒的咒骂都要伤人。他不仅仅是在拒绝他参加聚餐，更是在否定他在这个团队中的价值。陈浩想起大学时候的自己，那个充满理想和抱负的年轻人。那时候他以为，只要努力工作，就能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回报。现在他才明白，职场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这里不仅仅是能力的较量，更是人际关系的博弈。而他显然不是这场博弈的赢家。办公室里的讨论声渐渐大了起来，同事们开始兴奋地聊着今晚的聚餐。
听说那家店的环境特别好，包间里还有榻榻米。我已经饿了，下午估计没心思工作了。志华哥说可能会唱 KTV， 我要准备几首拿手好戏。这些声音传到陈浩耳朵里，每一句都像针扎一样疼。他努力集中注意力在工作上，但效果甚微。手机上弹出一条微信消息，是他的大学同学发来的：兄弟，听说你们公司最近拿了个大单子，恭喜啊！陈浩苦笑着回复：是的，挺好的，升职加薪指日可待啊！请客吃饭，别忘了我们。陈浩看着这条消息，不知道该如何回复。升职加薪，他连聚餐都没资格参加，还谈什么升职加薪？他关掉微信，继续盯着电脑屏幕。下午2点，张志华从办公室里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。小陈，这份客户资料你整理一下，明天要用。张志华把文件放在陈浩桌上，语气平淡，仿佛上午的事情从未发生过。陈浩接过文件，点了点头：好的，我会处理。张志华转身要走，突然又回过头：对了，今晚聚餐的时间是6点半，记得提醒其他人准时到。这句话让陈浩彻底愣住了。张志华竟然让他提醒其他人准时参加他无法参加的聚餐，这种讽刺让陈浩感到一阵眩晕。好的，我会通知大家。陈浩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空洞。张志华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忙碌。陈浩看着手中的文件，上面印着万达商场的标志，这个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项目，现在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。他机械地开始整理资料，心思却飘向了别处。3年前刚入职时，他对这份工作充满期待，那时候张志华还会偶尔夸奖他几句，让他觉得前途光明。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发现真正重要的不是工作能力，而是人际关系。那些会说话、会表现的同事很快就获得了张志华的青睐，而像他这样只知道埋头苦干的人，注定要被边缘化。陈浩想起了父母对他的期望，想起了当初选择这份工作时的雄心壮志，现在这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和虚幻。下午4点，同事们开始陆续整理东西，准备下班。今天大家都比平时早下班，为了准备晚上的聚餐。李小雅经过陈浩的工位时，犹豫了一下：陈浩，你今晚……他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了。我今晚有其他安排，你们玩得开心。陈浩主动说道。李小雅点了点头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同情，但她很快就被王小慧拉走了。两人开始讨论要穿什么衣服。陈浩继续坐在位置上，看着同事们一个个离开，最后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他打开抽屉，拿出一个小笔记本，这个笔记本里记录着他3年来的工作成果和心得体会。翻开第1页，是他刚入职时写下的目标和计划，希望能在这里学到真正的本领，成为一个优秀的策划人。看着自己当年稚嫩的字迹，陈浩忍不住苦笑。翻到最后几页，记录的都是一些琐碎的工作安排和客户反馈，没有升职，没有加薪，甚至没有一句正式的表扬。陈浩合上笔记本，放回抽屉里。他打开电脑，开始处理张志华交给他的那份资料。这份资料是万达项目的财务明细，需要整理归档。在整理过程中，陈浩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。项目的预算表显示总金额是500万，但实际支出明细却只有460万。陈浩仔细核对了几遍，确认没有计算错误。这40万的差额去了哪里？
他继续翻看其他文件，发现了更多可疑的地方。一些发票的金额明显被虚报了，供应商的报价也有水分。作为负责这个项目的主要策划，陈浩对每一笔开支都很清楚。这些异常的财务数据让他感到震惊。难道张志华在从中获利？陈浩想起了张志华最近买的新车，想起了他经常炫耀的奢侈品。以张志华的工资水平，这些消费显然超出了正常范围。陈浩把这些可疑的文件单独保存了一份，他不敢确定自己的推测是否正确，但这些证据确实很可疑。如果真的存在经济问题，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发现。陈浩关掉电脑，心情更加复杂了。他一边为发现这些问题而震惊，一边为自己的处境而愤怒。这时候，他听到电梯里传来同事们的笑声，大家都回来了，脸上洋溢着吃饱喝足的满足感。那家店真的太棒了，环境特别好。李小雅大声说着，明晚的聚餐一定会很精彩。林俊杰附和道。他们经过陈浩的工位时，都没有主动和他打招呼，仿佛他真的是个透明人，可有可无。这种被忽视的感觉让陈浩更加难受。他开始怀疑自己这3年的坚持是否值得，也许是时候考虑其他选择了。周一下午，陈浩一直在思考着自己的未来。他打开招聘网站，浏览着其他公司的职位信息，虽然心里还有些不甘，但现实告诉他，在这里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。5点半，同事们开始准备聚餐，大家都换上了比较正式的衣服，女同事还补了妆。张志华从办公室里出来，看起来心情很好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出发吧。准备好了，大家齐声回应。陈浩坐在位置上，看着这群即将去享受美食的同事，他们有说有笑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，或者说他们意识到了，但选择了无视。这就是职场的现实，残酷而直接。张志华走到陈浩面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小陈，你就在这里加班，把客户资料整理完，明天客户要用，比较急。”陈浩点了点头：“没问题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你辛苦了。”张志华说完就转身离开，其他同事也陆续跟着离开，只有李小雅在最后回头看了陈浩一眼，她的眼神中带着歉意，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。电梯门关上，办公室里再次只剩下陈浩一个人。他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，感受着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愤怒。墙上的时钟指向6点，同事们此时应该已经到达餐厅了。陈浩想象着他们推杯换盏的场景，想象着张志华在饭桌上大谈项目成功的经验，这些本该属于他的荣誉，现在却与他无关。他打开电脑，准备完成张志华布置的任务。可是当他看到屏幕上的文件时，一个念头突然涌上心头。陈浩的手指停在键盘上，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。理智告诉他要冷静，要考虑现实因素，要为将来着想。可是情感却在呐喊着要他做出改变，要他为自己的尊严而战。他想起了那些财务上的可疑之处，想起了张志华的种种行为，也许是时候让真相大白了。陈浩打开文件柜，取出了下午发现的那些可疑文件。他仔细研究了每一份资料，每一张发票，每一笔账目，越看越觉得问题严重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账目不清，而是明目张胆的挪用公款。陈浩拿出手机，拍下了关键证据。这些照片如果交给公司高层或者相关部门，足以让张志华面临严重后果。
他把文件重新放回原位，确保不留任何痕迹。接下来，他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。陈浩打开电脑，新建了一个文档，文档的标题是辞职申请。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，每个字都写得清楚明确。尊敬的公司领导，由于个人发展需要，我申请辞去目前的职务，希望能够即日生效。写完辞职申请，陈浩又打开了另一个文件夹。陈浩盯着屏幕上的这些文件，心脏剧烈地跳动着。这个文件夹里保存着他私下收集的所有可疑证据，包括财务报表的异常、发票的虚报，以及资金去向的不明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竟然无意中掌握了张志华贪污项目资金的铁证。那些被虚报的发票，那些莫名消失的资金，那些与供应商的私下交易记录，全部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他面前。这一刻，陈浩意识到，今天的羞辱或许正是命运给他的一个机会，一个让张志华为自己的傲慢和贪婪付出代价的机会。陈浩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手指在鼠标上停留了几秒钟。这些证据的分量他很清楚，一旦曝光，张志华将面临法律制裁，而自己也将彻底摆脱这个让他感到窒息的环境。他点击了打印按钮，开始准备所有必要的材料。打印机的声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响亮，一页页证据从机器里吐出来，每一页都记录着张志华的违法行为。陈浩把这些文件整理好，放进一个文件袋里。接下来，他要彻底清理自己的工位。3年来积累的个人物品不多，一个小纸箱就能装下几本专业书籍、一些工作笔记，还有一个小小的盆栽。这盆绿萝是他刚入职时买的，3年来一直陪伴着他。现在他也要和这个地方告别了。陈浩把个人物品装进纸箱，桌面瞬间变得空旷，就像他在这家公司3年的存在感一样，微弱到几乎可以忽略。他看了看时间，晚上7点半，同事们应该正在餐厅里觥筹交错。张志华此时一定很得意，以为自己成功地羞辱了一个不听话的下属。可是他不知道，真正的后果才刚刚开始。陈浩拿起辞职申请和证据文件，走向张志华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里空无一人，桌上还摆着张志华没喝完的咖啡。陈浩把辞职申请放在张志华的桌子正中央，确保他明天一进门就能看到。另一份证据文件，陈浩决定直接交给公司总经理。他拿出手机，给总经理发了一条短信：李总，我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财务问题，明天想和您单独谈谈。很快，李总回复了：什么问题？方便现在说吗？陈浩回复：比较复杂，涉及项目资金，最好面谈。好的，明天上午9点到我办公室。收到回复后，陈浩松了一口气，事情已经开始按照他的计划进行了。他拿起纸箱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工作了3年的地方，曾经以为会在这里实现梦想的地方，现在看来如此陌生。电梯里很安静，只有楼层数字在跳动。走出公司大楼，夜风拂过脸颊，陈浩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不管明天会发生什么，至少他为自己的尊严做出了选择。第二天上午8点半，陈浩准时来到公司，他直接去了总经理办公室。李总已经在等他了。小陈，你说的财务问题是什么？李总开门见山地问道。陈浩把准备好的证据材料递了过去。李总，这是我在整理万达项目资料时发现的异常。李总接过文件，仔细看了起来。
随着翻阅的深入，他的表情越来越严肃。这些数据你确认过吗？李总抬起头问道。是的，我反复核实过，确实存在资金去向不明的情况。李总继续看着文件，眉头紧皱。涉及的金额有多少？初步估算，至少40万以上。李总放下文件，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。这件事非常严重，我需要立即展开调查。小陈，你做得很对，公司不会让这种行为继续下去。陈浩点了点头。李总，还有一件事我需要告诉您。什么事？我昨天已经提交了辞职申请。李总愣了一下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发现这些问题吗？不完全是，主要是个人发展的考虑。陈浩没有详细说明昨天聚餐的事情，他觉得没有必要。李总思考了一下。小陈，如果是因为部门管理的问题，公司可以进行调整。你是个好员工，我希望你能考虑留下来。陈浩摇了摇头。谢谢李总的好意，但我已经决定了。李总看出陈浩态度坚决，没有再挽留。那好吧，不过这次举报的事情，我会确保给你保密的，公司也会根据情况给你一些奖励。陈浩离开总经理办公室后，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工位。张志华还没有到公司，他的办公室门紧闭着。昨晚的聚餐一定进行得很晚，大家今天都来得比较晚，9点半左右，张志华终于出现了。他看起来有些疲惫，应该是昨晚喝了不少酒。张志华走进办公室，很快就发现了桌上的辞职申请。他拿起文件看了看，然后走出办公室。陈浩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张志华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悦。陈浩跟着张志华走进办公室，张志华关上了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突然要辞职？张志华挥舞着辞职申请问道。是因为昨天聚餐的事情吗？陈浩平静地回答。不是，是个人发展的需要。个人发展？张志华冷笑了一声。你觉得离开这里能有更好的发展？这个我会自己考虑。麻烦您批准我的辞职申请。张志华盯着陈浩看了一会儿，似乎想从他脸上看出什么。小陈，你要知道，现在就业环境不好，换工作要慎重。如果是因为昨天的事情有什么误会，我们可以谈谈。陈浩摇了摇头，没有误会。我确实要离职。张志华见挽留无效，语气变得冷淡。既然你坚持，那我也不勉强。不过按照公司规定，需要提前1个月通知。我希望能够即日生效。陈浩说道。即日生效？张志华皱起眉头。那你手头的工作怎么办？总要有个交接吧？我已经整理好了所有文件，可以立即交接。张志华考虑了一下，最终点了点头。那好吧，既然你这么急着走，我成全你，去人事部办理手续吧。陈浩转身要离开，张志华突然叫住了他。陈浩，希望你不要后悔今天的决定。陈浩回过头，看着张志华，我不会后悔的。说完，他走出了办公室。下午2点。陈浩正在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，突然，公司里传来一阵骚动，几个穿制服的人员走进了办公室，直接去了张志华的办公室。同事们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，窃窃私语着。那些人是谁？看起来像是执法部门的人，是来查什么的吗？陈浩透过玻璃窗，看到张志华正在和那些人员谈话。张志华的脸色很难看，显然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。半小时后，那些人员离开了。张志华被要求第2天到相关部门配合调查。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公司，大家都在猜测发生了什么。陈浩继续默默地办理着离职手续，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。
下午4点，陈浩完成了所有离职手续。他最后一次走过那些熟悉的工位，心情既复杂又轻松。李小雅看到他要离开，犹豫了一下走了过来。陈浩，你真的要走了？是的，谢谢你3年来的关照。李小雅有些不好意思，昨天的事情我很抱歉。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陈浩真诚地说道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还没有确定，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说。李小雅点了点头，保持联系啊。好的。陈浩拿着纸箱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地方，3年的时光就这样结束了，没有送别会，没有祝福，甚至没有几个人注意到他的离开，但这就够了。他要的从来不是这些表面的东西。2周后，陈浩接到了李总的电话。小陈，调查结果出来了，张志华确实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，涉案金额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，已经被正式起诉了。陈浩并不意外这个结果。我知道了，公司决定给你10万元的举报奖励，你什么时候方便来取？不用了，李总，我不需要这笔钱。李总有些意外，为什么？这是你应得的，做正确的事情不需要奖励，这就够了。李总沉默了一下。小陈，你真是个有原则的人，如果你以后想回来工作，我们随时欢迎。谢谢您的好意。挂断电话后，陈浩继续浏览着招聘网站。这2周来，他投了几份简历，已经有公司约他面试了。新的机会正在等待着他，新的生活即将开始。1个月后，陈浩在一家创业公司找到了新工作。这家公司规模不大，但氛围很好，同事关系简单直接，老板很年轻，对员工的能力比较看重，不太在意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。陈浩在这里如鱼得水，很快就得到了认可。3个月后，他被提升为项目主管，薪资也有了大幅提升。有一天，陈浩在街上偶然遇到了李小雅。陈浩，真的是你？李小雅很兴奋。小雅，你好。陈浩笑着打招呼。听说你现在发展得很好，恭喜你。谢谢。你现在怎么样？李小雅的表情有些复杂。公司变化很大，张志华的事情影响很严重，部门重新调整了，来了新的主管，那挺好的，至少环境会改善一些。是的，大家都说，如果你当时没有走就好了。陈浩摇了摇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。对了，张志华怎么样了？判了3年，上个月刚开庭的。李小雅说道。真没想到他会做出那种事情。陈浩没有说话，有些事情不需要解释。你现在在哪里工作？李小雅问道。一家科技公司，做产品策划，一定很忙吧？还好，虽然忙但很充实。2人又聊了一会儿，然后各自离开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陈浩想起了那个改变一切的夜晚。如果当时他选择忍气吞声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也许还在那个压抑的环境里默默承受，也许已经被更严重的不公平对待击垮。幸好他选择了勇敢的离开，选择了为自己的尊严而战。现在的生活虽然不算完美，但至少他可以抬头做人，可以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，这就够了。有时候，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，确实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。没座位，你别来了。这句话成了陈浩人生的转折点，它让他认清了现实，也让他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陈浩甚至要感谢那句话的存在。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奇妙，看似最糟糕的时刻，往往孕育着最好的机会。关键是要有勇气去抓住这个机会，有勇气去改变自己的处境。陈浩现在很庆幸，
自己当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他选择了离开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，选择了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环境。虽然过程不容易，但结果证明这是对的。现在的陈浩再也不是那个被人忽视的透明人，他有了自己的团队，有了自己的项目，有了应有的尊重。更重要的是，他重新找回了对工作的热情和对未来的信心。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那个决定性的夜晚，源于那句改变命运的话：没座位，你别来了。现在想来，这句话不是拒绝，而是解脱；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